该怎么制作传送玩家到某个位置的功能呢？让你们的快乐叔叔克拉克在这部影片教会你制作传送功能。我们平常呢都可以使用一个 part 底下的 position 和 different 属性呢来改变它的位置，可是却没有办法把玩家的角色 character 也同样的使用 position 和 different 属性来进行移动呢？这是因为我们玩家的 character 它本身呢是一个 model 模型 ，model 是一个容器，通常用来代表里面装了非常多不同的 part。model 本身呢没有 position 和 different 属性，自然是没有办法使用它们来移动玩家的。每个 model 都有 primary part 的属性 ，primary part 不一定要被指定，但如果需要指定 primary part 只能是这个 model 的子孙，也就是存在于这个 model 底下的 object， 并且指定的这个 object 呢，必须要继承了 base part 的这个 class。primary part 代表了这个 model 最主要的部分。一个 model 在经过物理模拟移动的时候，会根据设置的 primary part 的 pivot 中心枢来计算 model 整体的最终位置。物理模拟听起来很困难吗？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刚刚讲到玩家角色 character 是一个 model。Roblox 自动帮 character 的这个 model 呢预设了 primary part， 也就是 humanoid root part。当我在 Studio 进行测试的时候，我们切换到 Server 伺服器端，点击我的角色，可以看到中间出现的灰色小框框，这个框呢就代表这个 model 的 primary part。现在我将我的角色给抬起来，可以看到我的角色重心很稳的被我抬了起来。不过，我现在将我的角色的 primary part 给设定为我手臂的其中一个 part， 接着再次将我的角色给抬起来，可以看到 Roblox 在进行物理模拟的时候，我的角色明显的倒下了。就和前面提到的一样，一个 model 在经过物理模拟的移动时，会根据设置的 primary part 的 pivot 中心枢呢，来计算 model 整体的最终位置。其实我们平时在把一个 part 的锚定 anchor 的属性给设为 true 的时候，就是在告诉 Roblox 这个 part 不值得它花资源来进行物理模拟。除了使用程式脚本来移动以外，在游戏中是没有办法移动 anchor 的属性已经是 true 的 part 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平时用来当做游戏场景的 model， 例如树木、电线杆，还有马路等等，这些也会有很多 part 的 model。我们通常都会使用 anchor 进行锚定。如果这些 model 不需要进行物理模拟，当然也就不需要特别设定 primary part 了。不过当然还是会有例外的，像是你的游戏像越狱一样，能够把树木啊、电线杆给撞倒，那就会使用到了。让我们把重点回到传送功能上面。我们首先呢创建两个 part， 一个红色，一个绿色，将它们分别取名为 Red Door 和 Green Door。传送门呢不需要进行物理模拟，我们将它们的 anchor 的属性给设为 True， 并且把 Transparency 给调为 0.8。如果你希望玩家可以穿过传送门，那就将 Can Collide 的属性取消。希望玩家撞到门的话，就保持不变。接着我们来写脚本。我希望玩家穿过 Red Door 的时候，会传送到 Green Door。我们在 Red Door 底下新增一个 script， 并且定义两个变数。Door 代表拥有这个 script 的传送门 ，Target Door 代表目标的传送门。我们这里使用 Find First Child 来找到 Workspace 游戏场景底下名称为 Green Door 的 Object。再来，我们要侦测玩家有没有碰到这个 Door， 我们可以使用 Touch 的事件来侦测这件事情。在使用 Touch 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取得有哪些 part 碰到了这个 Door， 也就是这个 Hit。由于玩家的角色 character 的 model 底下呢有非常多不同的 part， 我们主要想要找到 humanoid root part Roblox 预设的玩家中心，而且 Base Play 的这个大平台呢也有碰到我们的 door， 所以我们要写一个判断式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这里克拉克就直接检查 hit 的 name， 碰到 door
的 object 的名字是不是 humanoid root part？ 不是的话，我们就直接 return， 不继续执行之后的程式。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检查呢，只适用于底下拥有名称为 humanoid root part 的模型。如果你想要传送其他的东西，像是射一颗火箭进去传送门里面，那这个检查呢就不是特别的好用。再来，我还想要检查目标传送门 target door， 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你设定的目标传送门不存在的情况，但是你不小心把名称打错，或是这个 green door 根本不在 worker space 底下。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find first child， 所以如果 green door 不存在的话， target door 的变数呢会是 nil 空值。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使用 not 来检查 target door 的相反。如果 green door 不存在，前面的判断呢就会成立。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同样的 return， 不继续执行之后的程式。接下来我们有非常多的方法来传送玩家，克拉克通通传授给你。第一种方法，由于我们已经在前面判断过 hit 的这个 object 呢，一定是 humanoid root part， 而我们的 humanoid root part 它不是 model， 它是一个 part， 所以它自然拥有 position 属性。我们可以直接将 hit 的 position 属性呢给设定为 target door 的 position。现在，当我穿过 red door， 我的角色就被传送到 green door 了。第二种方式，既然我们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介绍 model 的 primary part， 我们自然是要像个 pro scripter 一样炫一下技。同样的 ，hit 一定是 humanoid root part， 那么自然 hit 的 parent 呢就会是我们的角色 character 的 model。一个 model 的 object 有一个函式 move to， 它会把 model 设定的 primary part 它的 position 给设定到我们指定的位置里面。现在当我穿过 red door， 我的角色就被传送到 green door 了。没错，功能一模一样。聪明的鼠宝们肯定注意到了，当我的角色面向不同方向进入传送门的时候，我的角色呢不会转到跟门一样的位置。IQ 180，而且有看过克拉克这一部 C-Frame 影片的鼠宝们，肯定注意到问题出在哪里了。Position 属性不包含旋转，如果我们希望角色能转向和传送门同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使用 C-Frame。第三种方法，一个 part 也拥有 C-Frame 的属性，所以我们将 hit 的 C-Frame 属性呢给设定为 target door 的 C-Frame 属性。现在我的角色不管朝哪一个方向进入传送门的时候，都会和传送门呢朝同一个方向咯。第四种方法，同样的，我们继续炫技，我们使用 hit 点 parent， 也就是角色模型的这个 model， 还有一个 set primary part C-Frame 的函式。那么这个函式的功能也很明显，将这一个 model 的 primary part 它的 C-Frame 呢给设定到你指定的 C-Frame 的位置。现在当我穿过 red door， 我的角色呢就会被传送到 green door， 而且还和传送门呢面朝同个方向。没错，功能一模一样。好的，那么今天的作业来了。如果你今天不想使用 Part Touch 的事件，而是想要透过玩家画面上的按钮来进行传送的话，你应该要怎么做呢？试着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其他鼠宝们大方向该怎么做吧。如果你希望克拉克可以解答这次的作业，就赶快帮助影片按一个赞赞。影片破100个赞的话，就有作业可以抄哟。在影片的最后呢，要特别感谢所有加入频道会员的好鼠宝们，有了各位的帮助，克拉克才有办法更稳定的制作更多关于开发 Roblox 游戏的教学影片。如果你还不想加入会员，那你也可以选择帮这部影片按一个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同样能够帮助到这个频道的成长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这里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